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小玉游日本，我是主持人小玉。每到暑假，我的私讯就会被问爆，我们家今年夏天要去北海道玩8天，到底该租车、自驾还是搭火车？很多朋友习惯了东京那种下楼就有地铁的便利感，但小玉要泼你冷水，把那套带到北海道，保证踢铁板。想象一下，7月底的北海道白天飙破30度，你带着一个刚上国中、一个念国小的孩子，4个人推着4顶29寸超大行李箱，在没有冷气的 JR 月台上狂奔找电梯，好不容易挤上车，发现行李没地方放，只能卡在走道被白眼，光听就累了吧？所以这支终极攻略，小玉不只要帮你理清优缺点，还要1块钱1块钱帮你精算，更会揭秘北海道公路隐形地雷。准备好笔记本，开始。我们先建立核心认知，北海道地理规模会颠覆你的想象。北海道总面积大约是台湾的2.3倍大，换算成交通时间，在台湾开车4小时，可从台北到高雄，但在北海道从札幌开4小时，可能还在去往走的路上。它的特色就是低人口密度与高度分散的景点。这几年乡村大众运输萎缩严重，想去美瑛看拼布之丘，或富良野看薰衣草，搭火车到大站后，还得查1小时1班的公车，甚至要在烈日下步行半小时。除了班次稀少，搭大众运输还必须面对一个近年来让无数观光客中招的大魔王——特大行李预约制。搭乘北海道新干线或特急列车，如果行李箱长宽高总和介于160到250公分之间，约29寸以上大型箱子，你买票时就必须事先预约专属行李席，忘记预约，推着大箱子上车被抓到，当场开罚1000日元。最恐怖的是，万一行李空间满了，站务员有权拒绝你上车，等于有票却上不了车。那搭火车遇到大行李怎么办？小玉教你一个破解法：空手观光。你可以在前一天饭店柜台花2000多日元，把行李直接寄到明天的饭店。你们一家4口只要背着轻便的背包去搭火车就好。这虽然要多花一点运费，但绝对能买到无价的优雅跟轻松。听完了大众运输的痛点，很多人心想，那我就租车啊，有专属的移动城堡多爽。没错，自驾听起来很诱人，但别急着下订单。租车也不是无脑租就好，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最现实的环节， JR Pass vs 租车成本大对决。我们就用暑假8天家庭游来算这笔账。这里有一个很多新手家长会忽略的隐形陷阱，在日本的交通系统里，满12岁就视同成人，必须购买全票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家那个13岁的孩子不能买半票了。根据最新价格，一张7日 JR Pass 成人票约28000日元，11岁半价14000日元。光买这4张周游券，基本预算就要喷掉将近10万日币。那我们来看看自驾的账单，一家4口加上4顶大行李箱，绝对不能租一般5人座轿车，连后车厢都关不起来。你必须直上7到8人座的 minivan 箱型休旅车。在暑假旺季，这种车型的8天租金大约落在7到8万日元之间。听起来租车比较便宜，对吧？先别高兴太早，接下来这2笔隐藏费用才是关键。第一笔是保险，
小玉强烈建议一定要加购全包免责保险，特别是 NOC 营业损失赔偿。很多新手为了省一天1000多日币，只保基本险，结果在停车场不小心 A 到柱子，刮花了1点烤漆，车子进厂维修2天，不能租给别人，租车公司就会收 NOC， 这笔费用通常是2万日元起跳，不能开就是5万。出国玩1天多花200-300块台币买全险，换来8天不提心吊胆，这钱绝对不能省。第二笔大钱是高速公路通行费 HEP， 这个外国人专属吃到饱神卡。注意咯， HEP 改革后价格大幅调涨，现在8天的 HEP 高达15400日元。这里小玉送大家一个 HEP 避坑公式，唯有在你平均每天跑超过80公里的高速公路时，买 HEP 才有赚。如果你的行程只有头尾在拉车，中间4-5天都在富良野、美瑛的乡间小路慢慢开，根本没上收费高速公路，那买 HEP 简直是把钱丢进水里。小玉建议租车在机里的 ETC 卡，租金约330元，实报实销，有时候反而比吃到饱还省。总结一下，租车费用8万，全险1.5万，过路费1万，加北海道暑假油钱，这组8天总开销大约落在11到12万日元之间。算到这里，你发现了吗？4个人租休旅车的总成本，其实跟买4张 JR Pass 几乎是拉平的。但最关键的价值在于，租车换来的是门对门的极致便利。孩子在车上想睡就睡，爸爸不用扛行李扛到闪到腰，随时看到漂亮风景就能停下来拍照。对于带小孩的家庭来说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自驾大获全胜。好，既然决定了自驾，把车开出营业所的那一刻起，才是考验的开始。北海道的公路又大又直，很容易让人卸下心防。但这里有几个连导航都不会告诉你的隐形地雷。首先是大家最恐惧的右驾适应。其实在北海道适应期很短，因为路太宽了，只要在心里默念一个口诀：左转小弯，右转大弯，驾起座永远靠近道路中线。刚上路前2天，你一定会不小心把雨刷当方向灯打。当全家人看到晴天大太阳底下雨刷在那疯狂摆动的时候，千万别慌，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。但是在北海道有一个标示你绝对不能笑着略过，请大家死记这个画面：路边红色的倒三角形标志，上面写着白色的汉字 Tomare。 在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，只要有 Tomare， 不管左右看起来多空旷，一台车都没有，你都必须做到刹车踩到底，时速完全归零，并默数3秒钟。很多台湾驾驶习惯减速滑行，这在日本警察眼里就是重大违规。北海道有很多便衣警察或是警车，会专门隐藏在这些农田路口的草丛旁抓这个。罚金事小，如果刚好有大卡车从侧向高速冲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解决了交通法规，再来聊聊导航。过度依赖 Google Maps 会带你走向绝路，这叫做 Google 迷航。因为北海道太多农道和碎石路， Google 为了超捷径，常把你导进两旁长满比车还要高的玉米田小路里，最后连回转都没办法。所以在北海道自驾，最好的导航方式是使用车载导航系统，并且输入 Map Code。北海道很多自然景点根本没有门牌地址，电话也找不到。Map Code 是一串6到12位的数字，它把日本地图切成无数个精确小方格。
输入这串数字，它就会稳稳带你走宽敞国道，精准抵达停车场入口。小玉强烈建议，出发前一定要把行程里所有景点的 Map Code 查好存在手机里，会省下无数找路时间。另外，傍晚开车千万要提高警觉，最可怕的不是车，而是原住民。黄昏视线昏暗时，体型跟小牛一样大的虾夷鹿或是北狐，随时可能会从树林里冲出来横越马路。所以有很多动物飞出注意的黄色标志，万一不幸撞上，最高原则立刻停靠路边，打110报警并联络租车公司。千万不要以为动物跑走，车只有凹一个洞就自己开走。在日本，这属交通事故，没有警察开立的事故证明，你买的昂贵全险是1毛都不会理赔的哦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对北海道交通有了一个非常立体、清晰的概念了呢？总结来说，对于3到5人的家庭，想要追求极致自由，夏季自驾绝对是最佳解。但如果你们只有1到2个人，或是纯粹想要放空，不想有开车压力的旅人，那么精算好 JR Pass 和饭店接驳巴士，依然能玩得很开心。但在影片最后，小玉要教大家一个内行玩家最爱用的终极绝招，叫做复合式交通策略。如果你们的8天行程前2天或最后2天是安排在札幌市区，逛街、吃螃蟹、买药妆，听小玉一句劝，在札幌市区的那几天，千万不要租车。札幌市区交通非常繁忙，而且停车费贵得吓人，随便停1个小时都是600日元起跳。最麻烦的是，札幌很多老式的机械式立体停车塔，你们租的7人座休旅车太高太重，根本停不进去，找车位会让你崩溃。所以最完美的排法是，抵达新千岁机场后，先搭 JR 进札幌市区。这2天善用超方便的地铁1日券，平日只要830日元，轻轻松松把市区景点玩遍。等到第3天，要准备前往富良野、洞爷湖等大自然时，再从市区租车营业所领车。旅程最后1天，直接把车开到机场附近的营业所还车搭飞机。这种城市搭地铁、郊区再自驾的策略，不仅省下高昂停车费，更能让开车的爸爸先好好休息，养足精神再上路，这才是最聪明的玩法。好啦，今天这集将近20分钟的北海道交通大对决，真的是把我所有的压箱宝都掏出来了。如果你听完这集心里还是有点忐忑，生怕漏掉细节，别担心，小玉特别整理了一份独家的北海道自驾终极大礼包，里面包含新手保命检查清单，还有我亲自整理的北海道热门景点 Map Code 领人包，保证不迷航。怎么索取呢？非常简单，现在就往下滑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这次去北海道最期待带家人去哪一个景点？留下答案，我就亲自私讯把 PDF 免费送给你哦。感谢你花时间陪伴小玉到最后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言之有物，请务必帮我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小玉，祝大家的北海道之旅一整路蓝天白云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